刷，欢迎来到16人格系列的第2期。咱们通过拆解不同的认知过程，结合有趣的生活场景来解读每个人格类型。无论你是不是这个人格类型，我肯定你都会有所收获。今天我们的主角是 ISFJ， 那我们来看看第2个船员，也就是 ISFJ 的辅助功能是外倾情感 （Extroverted Feeling）， 简称 FE。如果说 SI 是 ISFJ 号飞船的指挥官， FE 就是飞船的副指挥。和自然而然在那里发号施令啊，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最高领导的这个 SI 不同，副指挥虽然也经常管事，但会比较需要那种被允许的感觉，他需要得到许可去投入注意力啊，不如指挥官那么自信，那么压倒性。那副指挥 FE 对 ISFJ 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首先 FE 是个情感功能，也就是说对副指挥 FE 来说啊，人在雷达上有很高的优先级。当然他们也可能非常享受完成了目标，达成了目标啊，或者解密了什么复杂的谜团，但是相比之下，人的感受如何，人持有什么样的立场，人的需求有没有被满足到，往往更容易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成为他们决策更重要的参考。比如 ISFJ 的考试成功了，拿到了优异的结果，但自己的好朋友没有通过，好朋友好像也能接受，没太在意的样子，指挥官 SI 这时候可能就会来对比了。我感觉好朋友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哪里不太对，并不是平时的样子。我记得5月模拟考的时候，他说这么简单的题目他肯定随便过。副指挥 FE 就说话了，他现在肯定很难过吧？不行，虽然他没有和我直说，但是我得做点什么，我得让他感受好一些，让他知道我对他的在意。于是 ISFJ 开始想怎么办，指挥官 SI 引导着他去检索之前类似的事情。我记得上次他难过的时候跟我讲，以前小时候妈妈都陪我散步聊天，会让我压力小很多。最后副指挥 FE 一拍手，可以啊，今晚我去问问他愿不愿意一起散步聊天，我要让他知道我很担心他，我会支持他，会陪着他。哇，简直哭哭，情感功能也太香了。但是别忘了，每个人都有情感功能，可以说正是情感功能让人类的社会有了温度。另一方面，副指挥 FE 不仅仅是情感功能，也是外倾的情感功能。也就是说，对副指挥 FE 而言，人不是孤独的人，而是身处社群中的人。人是彼此连结的，互相依赖的，互相影响的。这让 FE 很容易把关注点放在他人身上啊，特别希望和他人有良好的连结。但是总指挥还是 SI 呢，所以 ISFJ 在向外和他人连接这件事上，通常远远不如指挥官是 FE 的 ESFJ 或 ENFJ 来的那么主动。因为指挥官 SI 他不一定乐意，比如 ISFJ 在一个活动中看到有人自己在布置场地，内心想去帮忙啊，副指挥 FE 说帮助他是正确的，我要陪他一起去做这个事，让他感觉到支持。那指挥官 SI 却非常的犹豫，这个不在今天的计划里，我去帮忙了会发生什么也完全不知道，我也不认识这个人，这个场地我也不熟悉啊，它是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地方，好多未知的因素，还是算了吧。很可能最后 ISFJ 就没有付诸行动，除非在布置场地的人喊话说，有谁可以来帮忙一下啊？大家都过去了 ，ISFJ 可能就很乐意的上去帮忙，因为对指挥官 SI 来说，大家都去做了，应该不会出错吧？那么副指挥 FE 这样容易把他人的需求视为自己的职责，会出现什么问题呢？问题很严重的就是 ISFJ 有时候因此被持续性的剥削啊，很多 ISFJ 很容易成为他人的情绪垃圾桶，同学同事找他们大倒苦水，甚至发泄不满。指挥官 SI 因为不喜欢自己去主动带来巨变也逃避风险，别人欺负他们侵占他们边界的时候 SI 可能关注的是我真的不想换一个地方了，我真的不想有什么太大的变数现在这样已经适应下来了，那我新的地方我能不能活下来都不知道呢。而副指挥 FE 呢又去替别人考虑这个人确实过得很惨，我的上司这样也不容易，他很辛苦，他这么难过，态度糟糕一点我也可以理解，我也可以体谅。最后纠结许久决定我还是尽力去满足别人，去成为付出更多的那一方吧。毕竟副指挥 FE 有一个潜台词，我努力去建立关系，别人总会看到的吧，因为人和人都很需要彼此嘛。最后 ISFJ 成了最大冤种拜托谁来救救 ISFJ 吧。哇，这就是 ISFJ 的第3功能，内倾思维 Introverted Thinking， 简称 TI。很多人对 ISFJ 形成那种不喜欢思考、按部就班的印象，就是因为忽视了 TI 对于 ISFJ 的吸引。TI 在飞船上就好像是指挥官 SI 的小助理，和副指挥 FE 一起当指挥官的左膀右臂。正因为它能和 FE 彼此互补。首先TI 是个思维功能，也就是说，相比情感功能的副指挥 FE， 他更喜欢去以中立的、批判的姿态去评估人和事。
不像 FE 那样喜欢优先满足他人的需求，顾及他人的情感。所以每次副指挥 FE 把关注点放在人的感受的时候，小助理 TI 就会出来提醒这样真的合理吗？真的能解决问题吗？这真的是我要的吗？比如 ISFJ 经常受老板的霸凌老板把自己的不满都宣泄到他的身上，这时候指挥官 SI 不想要变化，因为工作已经做了很久了，因为别的地方是未知的我在这里每天要做什么我都很熟悉了。而副指挥 FE 虽然体谅老板，但是也觉得好像老板有点不是很想建立好的关系，我感觉他在我们的这个关系中又怎么这么不和谐，好难受啊，感觉很不公平。但是老板这个时候可能找 ISFJ 语重心长的说，哎呀，年轻人你知道吗，我对你这么严格是因为我想培养你，是因为公司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副指挥 FE 很可能就快乐了太好了，我是被需求的，我在给他人贡献价值我挨的骂不是白挨，老板是欣赏我的。这时候小助理 TI 就忍不了了，跳出来说你搞没搞错？这就是你想要的工作，这就是一个老板应该对待员工的态度。老板说在乎你，你看看他每次骂你的样子，他说话是在放屁吧？但是 TI 不仅仅评价别人，也会骂自己。很多时候对 ISFJ 来说 ，TI 骂自己比重比骂别人多了。比如 TI 已经意识到了老板的问题，但看到指挥官 SI 还是感觉不安，内心还是有这种声音，我不想换，我不想去尝试虽然但是咱们也不知道新公司会咋样呀，这么多年都过来了，而且我已经总结出怎么应对老板的经验了，骂我的话我不回，很快就过去了。副指挥 FE 也说虽然老板不行，但是在这里交了很多朋友大家相处得很开心指挥官 SI 就连连附和，对，新地方还得交新朋友，不安ですね。小助理 TI 就真的就爆发感情你们两个都是垃圾这个性格活该被人欺负。明明你已经有怨言，怎么就不去争取自己想要的？去想一想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可惜小助理人微言轻不是两个指挥的对手，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驱动 ISFJ 去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去改变环境或者去破坏关系。最后 ISFJ 只能得出这种结论：老板好烂，工作好烂，我也好烂，于是决定在工作中摆烂。但是说是摆烂，可能比大部分人还是要更勤奋该死的责任心。另一方面小助理 TI 不只是思维功能，更是内倾的思维功能。也就是说，他更看重的其实是什么是更合理、更自洽、更解释得通的，而不是什么是行得通的。这给 ISFJ 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让他们没有办法特别的从自己的成就中获得太多的认同感。他们总是担忧，我是不是其实理解的不到位？我是不是特别的前言不搭后语？我虽然做成了这件事，但我其实好像并不懂我怎么做成的。这是小助理这个位置的通病，那就是特别在意他，能意识到他，但是把握不住他。所以有的时候 ISFJ 在决策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先上船后买票的情况，上的是 FE 的船，上船了之后再来补 TI 的票。什么意思呢？比如 ISFJ 难以决定到底要不要买这双鞋子，然后几个朋友都反对他买，小助理 TI 会把注意力抓到这个自己的想法上，自己独立的思维上。这个我确实很想要，我买什么是我自己的决定但是指挥官 SI 如果不认可，就很难办这个品牌我从来没买过，不知道到底好不好。而副指挥 FE 又很喜欢参考他人的观点做决策。撇开我自己的需求，大家都叫我不要买，要不我就听大家的想法好了。小助理 TI 可能一开始还挣扎一下，行，买的是你传导，不是他们传导。但他毕竟只是小助理，没有那么自信，可能在指挥官和副指挥的连环轰炸下，会开始怀疑自己，乃至说服自己他们说的好像也没错，并不是我必须要他们喜欢，而是我确实也觉得他们很对最后 ISFJ 自我攻略成功，觉得果然我不想要这个鞋子。但是如果 ISFJ 有过相关的知识或者经验积累，那事情会完全不一样。指挥官 SI 就会站在小助理 TI 这边。我知道这个牌子，他们从1970年就成立了公司，我从小就一直在用，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副指挥 FE 呢，就会这时候起到另外一个效果。朋友们也是出于好心，让我用友好的态度感谢他们，让他们知道我心领了他们的好意。太好了，告诉他们你坚持自己不是在质疑他们，是有你自己的考虑。所以不要觉得 ISFJ 就不喜欢自己思考，事实上他们在内心是有一个自己的声音的，而且这个声音并不轻，很响。换句话说，很多 ISFJ 心里其实会认为说，虽然大家都觉得我很友好，我很温柔，这是大家对我的印象，但是其实我更希望大家也能看到我独立、有想法、聪明的一面。还有一个典型的对 ISFJ 的刻板印象，就是他们没有想象力。